那么这种东西呢，我们讲的这种金银琉璃图式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我们都见到过包括我们镜头前的朋友，我相信你们也见到过，就是金银烧蓝制品。我给大家看一下这种烧蓝制品是怎么回事情。这个一看就知道，这是我们清宫里边不管是慈禧太后还是嫔妃们，这个是套在手指上的指甲套。那么这种金属的，有银的有金的，但是你们注意没有，这个里边蓝的是什么东西啊？蓝的这个东西就是刚才我讲的用金银涂饰之，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点翠工艺。这个清代这种点翠工艺比较流行，不仅仅是在宫廷里边，在民间王公贵族甚至一些达官贵人有钱的人家里边都有这种这种头饰首饰等等等等，有很多。这个就是什么？这种点翠就是我们讲的珐琅，也叫琉璃这个就跟我们慢慢大家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情。看见没有？这是我们刚才那个是故宫里边的这也同样是故宫的。那么这是谁带的咱就不去管它了，上面是团寿，用珍珠用这个珊瑚把它安起来的，上面是团寿。旁边的大家注意这也是寿字这也是寿字把它串起来的，用冠桃纹把它套起来。这上面是蝙蝠也是几个五福嘛，中间是个绒球外边是这个貂皮。那么像这种蓝颜色的这种寿，包括旁边的冠桃纹，就是我们讲的琉璃。这种工艺就叫点翠因为这种我们不研究的人不太懂，因为我们当初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接触过也曾经碰到过很多这种东西。这在民间过去就有很多，老百姓手上都有在我们这个收购的过程当中经常会碰到大大小小的这种首饰。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点翠工艺点翠工艺。好，我们继续。那么这种首饰一类东西就是我们讲的和银胎、掐丝、珐琅这一类呢，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那么这种是从大石珐琅制品当中传入那么这种东西的这个工艺那么还是有一个需要明确的过程，就是什么时候传来大家不知道，但是唐代是肯定有了，后来也一定还有一定还有。那么现在我们要讲的呢是这一部分我们逐渐的把它推过来推过来。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从大石珐琅制品传过来的，同时呢珐琅彩现在我们讲珐琅彩，刚才讲的是珐琅珐琅彩本为什么东西呢？是金属器所用之色。现在我们慢慢明确起来了。学术界一般呢将这个技艺传入的年代呢是放在公元13世纪末，由大秦传入中国。现在所知的呢有金银铜胎掐丝珐琅、湛胎珐琅、铜胎画珐琅3种，大家要注意这个金银胎的这种掐丝珐琅，我们现在看到的实物其实是在元代就开始了。所以我们在故宫博物院里边，如果大家参观的时候，尤其是注意掐丝珐琅这个特展里边，我们最早的看到的掐丝珐琅
是元代。那么这个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在铜胎上以蓝为地，掐以金、银、铜以这种铜丝为图案，填上红颜色、黄颜色、绿颜色、白颜色、蓝颜色等等几种色釉，然后通过烧制这个在元代已经开始了。因为这个烧制的过程呢，其实彩填进去以后，烧出来烘烤出来以后，还要进行打磨、进行抛光等等，很多事情要做的。这个我们不研究掐丝珐琅也大家都不去关注它的工艺了。那么在我们中国，我们最有名的是什么呀？景泰蓝大家都认为什么呢？蓝色调最好的是什么？明代景泰年间，所以掐丝珐琅后来就变成了什么呢？景泰蓝。直到今天，我们都很多人都习惯这个是景泰蓝的，都喜欢用景泰蓝来代替掐丝珐琅。其实严格的讲，它的专业术语或者说它的学名应该叫掐丝珐琅那么刚才我们讲了这个金银掐丝，把它焊接在这个上面组成图案，然后给里边填彩。这个里边的彩这个物质，就是和我们瓷器上息息相关的珐琅彩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讲，掐丝珐琅、铜胎画珐琅和我们瓷器的上面绘画的珐琅是一回事那么有些人可能不一定很理解，说铜胎跟瓷胎那不是一个概念那个铜胎上可能温度稍高一点、低一点问题不大，你瓷胎可能就不行这个里边呢我们再往后讲那么这个里边最关键的关键就是从它的出现演变到今天，由金属胎变成了这个瓷胎，变成了料胎，这个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要理顺，了解它的演变过程。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是掐丝珐琅那么这个我们讲的铜胎画珐琅的制作技法，其实呢它是起源于15世纪中叶的欧洲，比利时、法国、荷兰这三国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弗朗德斯地区，正好在这个三国交界的一个地方叫弗朗德斯这么一个地方。那么它是在15世纪中叶，到了15世纪末，这个法国中西部的有一个叫什么呢？叫里抹居这个地方，这个以制作珐琅工艺为基础，结果呢，这个工艺使这个小镇发展成为了画珐琅的一个重镇，就是通过这个画珐琅变成了一个产业，而且这个产业带动了这个镇其他的产业的发展所以当时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初期呢，等于他画的这个题材主要是以基督教这种宗教的主题以这个为主所有的器物上面都是什么玛利亚或者是这个了那个了，都是以这个宗教题材的耶稣这些东西，后来再逐渐制成了装饰性强的一种工艺品。大家要注意15世纪末
才逐步的发展起来。这是同胎化珐琅。那么15世纪和刚才我们讲的13世纪末，从大秦传入中国的掐丝珐琅，一个是西亚的，一个是欧洲的，两者之间是上海人说起来就不搭嘎的。慢慢的都东传啊，从西部传到了东方，从欧洲又传到了亚洲啊。大家要注意它的方向不同啊，工艺也是有差异的啊。那么这个随着东西方贸易的发展，西洋制品开始涌入了中国。这个呢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康熙啊，因为他在位，对于西方文化呢也十分感兴趣。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汉文化的东西，那康熙皇帝应该是将进就熟，很熟悉了啊，包括国家的治理、体制上的管理啊，这些等等方面应该很熟了。但是突然外国的东西进来没见过，非常有兴趣，不妨可以研究研究，是吧？所以他就向来华的传教士啊学习什么呢？学习代数、几何、这个天文、医学等等。这个康熙皇帝啊，这个还是真是很厉害，他对这些都感兴趣，他都要去研究研究啊，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而且颇有心得。这个呢，作为他所开创的这个康雍乾盛世这个局面，这个应该说，作为一个开明君主来讲啊，康熙皇帝还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他的这种包容性非常强，他能够容纳外国的东西，而不是把外国的文化变成邪教、变成邪恶去排斥它。这就是他一个豁达的心胸能够包容的这一部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中国啊，在世界的地位上，它是一个非常显著的啊，这个也是比较强盛的。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啊，把这个康熙帝啊叫做康熙大帝，千古一帝啊，这个就大加赞誉啊。这个呢，我们啊不在这儿交代了啊，我们只是说，由于康熙帝对他的喜好，所以有助于我们对很多外来的文化、外来的技术啊，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就和我们的主题联系起来了，中西合璧，洋为中用啊，这就是我们珐琅彩这个彩对于中国陶瓷界来讲影响非常大啊。但是怎么来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问题啊。那么清代的康熙22年，就是公元1683年，清军攻取台湾啊，我们康熙帝攻下了台湾，那么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啊。我们现在还没统一啊，康熙帝把它先统一了。在此形势下，康熙帝于次年，也就是康熙23年，下旨谕令各省，认为海分扩清，先前所定海禁这个处分条例可进行停止。因为中国的海禁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明代的洪武时期就开始了。这个海禁不允许老百姓下海捕鱼，不允许海上贸易。但是我们郑和下西洋是永乐、宣德年间，
但是当时的禁令还是严格禁止的。毕竟郑和下西洋，它是代表的国家，代表的是政府行为，啊，跟这个老百姓其实没有更多的关系，啊，没有更多关系。所以呢，清政府于康熙24年（公元1685年）正式废除了迁海令，啊，颁布了展海令，展开，啊。那么允许人民出海经商，这个时候海禁就随开了，啊，就没有海禁了，老百姓可以这个年代可多了，这100-200年就是根本就没办法出海的，现在可以下海了，打鱼啊，是吧？可以做生意啊，海上贸易啊，等等等等。其实明代海上贸易走私活动猖獗，啊，只不过当时这个禁令呢，没有把它禁止，属于偷偷的走私行为。那当然，如果逮着的话也是不得了啊，这是要命的。所以到这个时候呢，海禁随开，那么随即欧洲的彩绘珐琅工艺品啊，顺势传入中国，因为已经这个消除了海禁。那么我们中国对外的港口啊，当时在清代，这个我们唯一的港口能够开放的只有广州，所以这个彩绘的珐琅工艺品啊，一进入中国以后，就受到了宫廷皇宫贵族的喜爱。哎呀，这个没见过啊！虽然我们有掐丝珐琅，但是这个跟掐丝珐琅又不一样啊，它没有用这个金丝、银丝、铜丝啊去焊接纹饰，然后加彩，而是直接在这个器物的表面施了底釉以后，上面就直接加彩，绘画纹饰来得更方便，表面也更加的光洁。大家要知道为什么这个宫廷皇室成员喜欢呀？如果你们认真仔细的观察一下元、明包括清初的一些掐丝珐琅，你们就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研究过这个掐丝珐琅的人，一定回答不出问题来。什么原因？关键问题，掐丝珐琅在当时来讲，尽管也有宫廷使用的，但是它的工艺始终不尽如人意。怎么叫不尽如人意呢？是每一次填彩填到这个轮廓里边以后，经过烘烤，经过打磨，我们就会发现它上面的釉始终有很多的气孔，没有那么光洁，而铜胎画珐琅表面非常的光润，或者说非常的光滑，摸在手上也非常的舒适。这个就是我们大家仔细的去看一下我们元明的这种掐丝珐琅，它的那种工艺，总给人一种不令人十分满意的感觉所以我们在鉴定掐丝珐琅的时候要注意到了民国到了现代的这种我们的所谓的景泰蓝或者说掐丝珐琅，它的这种抛光技术以及它这个填彩的技术要远远超过清、明、元，要比他们水平要高了很多，表面也没有那种猪毛孔和那种气泡孔给人感觉很粗糙的感觉。所以为什么皇宫贵族突然的就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呢？它是有原因的所以我们讲到这一部分的时候呢，要点一点这个问题，告诉大家有机会自己去看一看
啊，我们经常这个拍卖会上或者博物馆里在参观的时候看到景泰蓝，你们认真仔细的去看一看，这个颜色，比如红就是红，绿就是绿，蓝就是蓝，啊，黄就黄，白就白，它没有过渡期的，没有色阶的。铜胎画珐琅就不是这样，啊，这很显然给人的这个观感，啊，这种愉悦度、舒适度就有一个差异，啊，因为这种差异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自己去观看的话，就会知道，啊，这种感觉。那么，所以这个广州在清代初期啊，属于我们国家唯一的对外开放的门户，啊，对外开放的门户，西洋珐琅工艺品也由此率先登陆了广州，并就地开厂研制。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国人把这些工艺品叫什么呢？叫洋瓷。啊，我们这个说法呀，包括我们小时候，啊，还不叫画珐琅，就叫洋瓷的，啊，这对我们都有影响的。我们现在可能年轻人说这个东西，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你想想，我们这代人还活着呢，那个时候这种叫法依然有。这个瓷而不是瓷器的瓷啊，就是那种这个磁石的磁，石头旁带个兹的，啊，是这么叫洋瓷，啊，这个影响很大。那么宫中怎么称呼这种东西呢？宫中称呼这种叫什么呢？广州珐琅，啊，因为宫里边叫法的话，因为它从广州来的嘛，所以把它的称呼叫广州珐琅。那么在当时来讲，广州的产品啊，因为它是外国人进入广州就地设厂生产，所以它的那种工艺啊，依然还保留了西洋啊，或者说西方文化的那些韵味。哪怕是找这些工人来教你来画这个铜胎珐琅，也是按照他的想法，按照他的要求啊来绘制的。所以它的这种韵味啊，始终保留这种西方文化的这种特点啊，西方文化特点。那么再加上呢，当初呢刚一开始以后啊，这个烧造技术呢也不是特别高啊，因为我们当地的工人呢，他自己去参与这种烧造，这种技术水本不是很高的，因为需要时间去锻炼，需要学手艺啊，需要按照要求去实践，所以呢，这种釉料啊、成色都不是很稳定的，而且画出来的东西呢，又不是那么特别好看。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照片。这个呢就是一个盖碗，啊，这个碗呢外边上的是黄的珐琅，啊，这个里边有花卉，啊，这个花卉画的呢也是就是这个样子，给你感觉呢这个东西啊比较的执着和简约。再一个呢，这个工艺处理的啊明显的表面的釉层厚薄不匀，啊，你看起来就不是那么细腻的，啊，不像瓷器，哎呀，这个漂亮啊，真好看，是吧？你看，这就是当初啊最早的这种工艺啊，显得非常的粗糙。这就是它的底，看见没有？底下是方框，双方框，康熙御制。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康熙御制啊，这个也许这个镜头能不能看得很清楚，我就不明白了啊，不知道。所以我们希望镜头前的朋友能告诉我啊，是不是
看得很清楚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初期的这种器物烧出来的水平啊，这个水准。这个也是，这是个梅瓶。当初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梅瓶的时候啊，哎呦，这造型有点像明代万历前后的这个作品啊，可想而知，当时啊这个造型啊参照了啊明代的造型。而且这个地方因为烧造不是在宫里烧造的，是在广州烧造的，这种烧好以后再供到朝廷里边去的，所以看这个造型的话呢，可能受当地的影响。比如说这个漳浦地区啊，这个德化地区也有外销瓷啊，它这个外销瓷当初烧的话，很多造型跟景德镇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像这个造型的话，可能也就是当地的工匠参照的器型。那么从色彩的运用上啊，你看这个色彩，蓝也好，绿也好，黄也好，紫也好，这种颜色看起来和我们啊这个同时代的康熙的五彩比较起来，这个颜色差距很大，而且呢也不是那么特别好看。所以像这种东西，你想想，最初的烧造的工艺水准不是很高的啊，不是很高的。好，那么像这种东西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呈现的啊这种初期的作品。那么到了康熙57年，也是公元1718年，宫廷在内务府养心殿照办处设珐琅座，一直到了康熙晚期了才设珐琅座。在这个之前，你想想，从康熙24年开始，人民可以出海经商了，海禁随开，那么这种工艺也进来了。那么当地当时烧造的时候呢，还是有一段时间的，因为你建厂、实践、烧制、研制，它有一个过程。真正烧造好了以后的话，已经是20多年以后的事情，所以陆陆续续的再流到宫里来啊。你想，一直到了57年才设珐琅座，你想这个延续了多少年啊？那么这个时候的广州珐琅座呀，它在国内始终处于很高水平，因为从20几年到50几年，这个中间已经有20多年的一个发展期了，所以当地的工匠，尤其是广州的这个铜胎画珐琅的水平，在全国它应该是举足轻重的，而且画珐琅的这个最大的产地也是在广州。我们啊，这个就要知道，当时画珐琅啊，铜胎画珐琅，广州是一个重点，也是生产量最大的。不仅有规模巨大的画珐琅行业和作坊，而且还向内廷输送画珐琅的匠人。你想想，这个当时你想有多大的规模？而且呢，这个宫内照办处的珐琅匠人，大多数都是什么粤海关选入的啊。当时宫廷里把这种人称为什么南将，你是南面来的啊，这个南面的画珐琅的工匠啊。那么这些人呢，进京效力当然也是千挑万选，选最优秀的人到宫廷里边去绘画。那么大量的生产呢，主要还是为了满足宫廷皇室的需要，一直到康熙58年，就是公元1719年了，还要聘请法兰西画珐琅艺人，这个人叫陈忠信来京，在内廷珐琅座指导烧造画珐琅的这个来做指导，来指导大家画珐琅器。你可想而知，到了这个时候了，
还在做指导工作。那么现在我就讲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啊，注意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清代铜胎画珐琅最早也是在康熙中期才出现，一直到康熙晚期，这个宫廷还要请广州的这位画珐琅的优秀工匠叫陈忠信这个人到宫里边指导制作绘画这个珐琅器大家要有这个概念我们叫举一反三，以后看到这种画珐琅的东西，脑子马上就反应过来这是什么年代的是最早是什么年代我们是有根有据这个溯源一定要把这个梳理好。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式样图案呢，基本上是按照宫廷的需要，以中国风格为主了。我们等会儿看都是中国为主，少有西方画珐琅的特点，已经基本把西方的那些特点基本上已经排除掉了。这个就是我们讲中西合璧了，洋为中用，这就是按照中国的要求来制作铜胎画珐琅。等会儿注意，我们瓷器还会回过头来讲这个事儿。那么这种画珐琅后来到什么程度呢？画珐琅工艺大概在雍正时期，它有传入了什么呢？苏州地区，从而形成了内廷的珐琅座和广州、苏州三大画珐琅生产中心所制产品各有特点。我们今天举一反三，告诉大家，铜胎画珐琅有3个地方，一个是宫廷珐琅座，一个是广州，一个是苏州。以后看到铜胎画珐琅要注意，康熙时期有广州造，有宫廷造，苏州座一定是在雍正以后雍正时期传入，最高顶多到雍正了，然后就是乾隆嘉庆以后的事情。这个我们虽然跟瓷器没有关系，但是触类旁通质地不同，工艺可是相通的。以后碰到这种东西，你就知道这个东西是哪个地方的，那个东西是哪个地方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这种东西的来龙去脉要懂这个东西。那么清朝前期从国外进口的有和景泰蓝相似的金、银这种包括铜胎的珐琅那么国内呢，这个时候清代的这个前期注意，也盛行在铜、在紫砂、在玻璃和瓷器不同质地的胎体上，用进口的各种珐琅材料描绘珐琅彩器的范例注意我们慢慢从金属胎开始往我们瓷胎转变了我们再开始理顺那么这个前期呢，实际上就是讲的康熙24年以后的事情那么我们把30年之前都叫前期吧，30年以后就是中期，后来就是晚期了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国内开始盛行搞什么呢？在铜胎上画珐琅。那么在紫砂胎上面画珐琅，我们有些朋友镜头前的朋友可能对紫砂这个上面画珐琅有些朋友知道有些朋友不一定知道等会儿我给大家看这个资料然后呢，还有在玻璃上画珐琅，在瓷胎上画珐琅。那么我们之前讲过康熙他那海纳百川，但同时康熙时期的官民进士他整个就放开了你宫廷御窑厂烧瓷器
我们民谣当中也在烧瓷器，我们就会发现，民谣当中很多的瓷器啊，其实它的绘画技法、它的造型特征，有很多东西是超过官窑的，但是只不过是使用者不同而已，啊，这个是核心所在。其他的东西我们可以另当别论啊。我们讲到这个时候，跟大家特别讲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在做试验啊，因为这个康熙皇帝啊，他把这个外来的东西、外来的文化引进来以后，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一个铜胎画珐琅，包括其他的东西、其他行业的东西也都流入到中国，并且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啊。我们现在当然主要是讲的是铜胎画珐琅了。那么清宫内务府啊，依据不同的制定，它在清宫档案中呢，它有记录的。比如说称之为铜胎画珐琅、料胎画珐琅，实际上就是玻璃啊，玻璃上画珐琅。还有一个呢，就是瓷胎画珐琅。那么这个瓷胎画珐琅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就是珐琅彩瓷器了啊，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就是这样。那么清宫造办处的珐琅座，用珐琅料在皇宫内制小炉烧制成功的这种极为名贵的宫廷御用瓷器，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珐琅彩瓷器。这是清宫里边珐琅座专门为宫里边烧造的，而且呢自己在宫里边这个制一个小炉子来烧造啊，这个东西还是要靠技术的，不是很简单的事儿。那么所以呢，它这个量比较小，制品不多，专门为宫廷皇帝这个皇后、皇太后包括太上皇、嫔妃烧造这些瓷器，供他们玩耍和宗教祭祀的供器之用。所以它这个我们讲瓷胎画珐琅的它这个使用者呀，也就是这么一个群体，也就是我们讲它是塔尖上的人物，受众面非常小非常小。那么这种用珐琅料二次烧成的釉上彩瓷器，创烧于康熙晚期这个请大家注意我们前面讲到了珐琅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烧的，海外什么时候传进来的这个我们一点一点给大家交代清楚。那么瓷器实际上是受珐琅器的影响，铜胎画珐琅，直到康熙晚期才开始创烧，盛烧于雍正和乾隆这个时间的这个概念一定要很清楚。那么乾隆以后呢，因为多种原因再无烧造，其实国库已经给挥霍殆尽，无能力再继续烧造。因为珐琅彩这个烧造它这个费用是相当高的它必须要专门设置人员，有一批人要跟着这个窑，跟着宫廷的需求去制作。当然这个制作的话分两块一个是景德镇制作，一个是宫廷制作。景德镇制作是烧什么器型，是碗，是盘是瓶是什么东西然后再拿到宫廷来，加什么彩，绘什么内容谁来绘等等等等很多问题，最后再有烧，形成了最后我们所要见到的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整个一个过程啊，其实是非常庞大的，烧造的费用非常大。所以，那么其实到最后的所谓的各种原因，实际上是财力不够了，没有办法再维持下去。所以到了乾隆以后就停烧了。那么这样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这种釉上珐琅彩瓷，从康熙晚期出现至乾隆时期结束，仅仅只有60-70年的时间，这个时间是非常短的，并不是很长。而且呢，流传有序的或者流传于世的珐琅彩瓷也不过数百件。所以这批东西我们今天能看到的能够了解的这些东西，可以说只是凤毛麟角，因此这些东西弥足珍贵这个我们说老实话，如果很荣幸的话，能看到很多的东西那真是非常的令人欣慰令人欣慰。那么我现在呢，再给大家刚才我们提到的铜胎画珐琅料胎画珐琅，包括瓷胎画珐琅，我先把这个铜胎画珐琅的这个照片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呢再给大家看一下料胎画珐琅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呢是一件铜胎画珐琅残枝牡丹花这是故宫收藏的。那么这件呢看得比较清楚，这种淡淡的灰蓝色调那么很显然这个东西呢，它在色彩搭配上呢，多少还留有一点这种西洋文化的一些痕迹在里边。这个色彩跟我们中国人的这种色彩的这个对比还是略有一些显得不是那么搭但是我们请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看到的铜胎画珐琅，注意它的口沿是铜包口的，然后这个釉是在这口的下沿口，这个底下也是，这个口沿这个竹边呢也是包竹的，所有的珐琅也只是在铜的包竹的范围之内。大家要注意，铜胎画珐琅这个珐琅是有一定的厚度的，它跟釉一样，它是有一定厚度的，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是一层薄薄的东西然后在上面加彩，不是这样我来给大家看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呢就可以看出来，这个铜胎画珐琅它是有一定厚度的。没有，对不起，我这个照片没有纳入进来先不去管它了，咱们再看一下它的底部。这个底部呢是用蓝珐琅料形成一个外边宽的一个方框，里边是一个细的方框
啊，然后中间写康熙御制啊，大家特别注意这个字体的写法啊，字体非常的端庄啊，敦实啊，显得很庄重。那么注意一下这个圈足啊，这个圈足呢是经过使用的，这个口沿和圈足啊，它应该表面上应该附有鎏金的啊，用的金来把它裹，而不是这样啊，就这么这个样子就拿着供奉朝廷，这个显然让人看的就不是那么愉悦啊，不是那么愉悦。好，我们看这一件啊，刚才和那件进行一个比较。那么这一件东西呢，同样上面呢是刚才我们见的那件铜胎画珐琅，底下这件呢是这个珐琅彩蓝地花卉纹碗，底下是瓷胎的，上面是铜胎的，看见没有？这个整体的工艺啊，大家要注意啊，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啊，如出一辙。那么他为了仿铜胎画珐琅，那么他在他的口沿部位看见没，也故意的留下一道悬痕，在他的圈足部位也故意留下这么一道悬痕，以其来达到和铜胎画珐琅一样的效果啊。而且呢，他画的纹饰也是在这个悬纹之内，而不是超过这个悬纹。其实在胎上来讲的话，它即便是超过悬痕啊，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它为了达到和它一样的效果，所以它也是规规矩矩的把它放在了这个悬纹之列啊。所以这两者之间我们进行一个比较啊，这都是清宫的啊，故宫收藏的啊，这个东西。那么这个纹饰造型完全一致，可以想象那个时候啊，我们铜胎画珐琅对瓷胎画珐琅的这个影响之大呀，这就是最明显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啊。那个时候就是为了仿它啊，就是为了仿它。那么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啊。那么这个呢是一个领口的盘，从这个盘的造型来看呢，其实我们在这个元、明啊，包括南宋的漆器、南宋的金银器、元代的金银器、元代的瓷器，包括我们明初的瓷器当中，这种领口盘，我们一看，这个身影特别的熟悉，好面熟啊，是吧？那么这些铜胎画珐琅，就是参照了我们中国啊元明时期的造型进行仿制的，做成铜胎。这个你看，这个领口做得非常漂亮，一丝不苟啊。然后在里边用黄地画荷花，画牡丹花，这画的就非常的漂亮啊。这种就是什么呢？标准的中国特色啊，这个就是非常明显了啊，非常明显。这个就是它的底足啊，大家看一下，康熙啊这个御制。那么刚才我们看到的康熙御制啊，它这个方框有棱有角，大家看这个角我们叫窝角啊，它没有棱角的，圆的啊，我们叫它窝角。那么还有一个希望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除了它是蓝料彩以外，注意这个字，康熙的熙字。刚才我们看到那康熙的熙字呀，它不是写的我们讲大臣的臣，不是的，看不出来。但是这个
却写的是大臣的臣字，这个要注意啊。我们见到的所有的康熙御制的这种落款形式，这一件属于比较特殊，尤其是西字的写法，它用了一个大臣的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前面的写法啊。看见没有？这个大臣的臣字，它是写的是比较含蓄的，而不像那个写的非常的明确，就是一个大臣的臣字，啊，不是这样。再给大家看其他的啊。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领口的这个背面，很有意思。我们讲写方框有这个就端端正正的方形的方框，但是这个呢是圆的，啊，它不是方的，也有这种写法，请大家要注意，啊，请大家要注意。有圆的，有方的，啊，这个一定要把它综合起来，并且把它作为一个信息啊，要存在自己的头脑里，以便今后在遇到这样东西的时候，能够很好的把它分辨出来，啊，分辨出来。看见没有？这个康熙的西字啊。这个就是刚才那个底足，看见没有？它这个橙字的写法，跟刚才那个写法是不一样的。这个呢，请大家记住啊，请大家记住。这个呢，也是一个领口的，你算它是盘吧也行，算它碗也可以啊。这中间是蝴蝶，啊，然后呢是宝相花。啊，这个领口都是看见没有鎏金的，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它整个的这个碗就是一个盛开的莲花，啊，这个形状就是一个盛开的莲花，啊，非常的漂亮，啊，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个色彩的搭配，蓝、紫、绿、黄，啊，这种颜色搭配的。就完全是中国特色了。那么在这儿呢，我特别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什么？是中间使用的颜色。啊，我刚才之前没有讲颜色，现在我在这儿就特别的要提醒大家注意，什么颜色？第一，这个黄色调，看见没有？我们把这个黄叫什么黄？叫柠檬黄。也叫替黄，啊，等会儿我会讲色彩这一部分，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啊。那么这个里边的红，这个身上的红，啊，包括这个地方的红是什么？胭脂红。不要说我们瓷器上用胭脂红，瓷器上用柠檬黄，这个铜胎画珐琅上面也是用的。胭脂红，就是我们讲的用1/1000的纯金粉制作而成的胭脂红，啊，所以不要因为它的质地不同，好像材料就变得不一样，不是的。这个材料同样也是我们瓷胎上所用的材料。等会儿我还要讲。啊，还要讲到底下的问题，但是这个毫无疑问，还有这个蓝的色调，大家要注意啊，这个上面的蓝色调，我们有些朋友不知道，等会儿我会提的。这个蓝色调不是用的氧化钴，是用的氧化铜，啊，然后这个里边这个紫色调用的什么？用的氧化锰。
这个绿色的用的是什么？氧化铬。这完了以后我会跟大家讲啊，现在不跟大家讲这个。我们看看这个林口莲花的这个碗，这个造型纹饰，这个就是具有中国特色，非常好，非常漂亮，非常好，非常漂亮。大家注意这个底款康熙御制，这个西字一再跟大家强调这个西字的写法，尤其是这个橙字的写法。还有一个一字不过刀，康熙的御制这个一字不过刀，这个角略微有点窝角，还基本上属于正方形的，这个呢也是要给大家专门强调一下。这个造型其实有一点像我们佛家使用的那个钵，这个底下是它的座，像个净水碗一样。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净水碗，用的是莲花。这种东西呢，一般来讲都是佛前用的，佛前用的，完全是用莲花，这种净水碗。这种造型，这种纹饰，我相信大家在瓷器当中应该见过，康熙瓷器当中没有这种，我们把这个底下这个座去掉，就看上面这一部分。康熙没有，从雍正粉彩开始，雍正、乾隆，后来还有嘉庆、道光就是很少见了，但是雍正、乾隆是肯定有的，但是数量微乎其微。是什么呀？盖碗，莲瓣盖碗，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造型的时候，马上要想到清代其他朝代里边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其实这康熙的造型已经给后面的这些工匠们创造了或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信息，就说这个造型就给那个莲瓣盖碗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信息，提供了很好的信息。所以我们看了这个造型的时候，马上就会反应过来，这个东西好面熟在哪儿见过，是吧？这个就是比较明确的明确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你看见没有？这个橙字的写法。这也比较特殊的这种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个款的写法，这种比较少比较少。在康熙时期，大多数都是这个橙字不是很明确很明确。好，来，这是个海棠型的用这个替黄然后呢画牡丹花，画莲花。那这种的造型呢，就是我们中国特色显得很舒服。那么这些东西呢，还是一句话，请大家记住，这种时代一定比较晚，至少是在康熙50年以后，不会在50年之前因为这个非常成熟了。在这个之前烧的话，相对的东西比较含糊比较含糊。在50年左右的东西呢，基本上就开始成熟了越到后边越漂亮，越到后边越好看这个就是属于这种类型。你看，这也是同样是康熙的这个瓶，看见没有？这种瓶有点像制式瓶有点像制式瓶，只不过底下足稍微小一点低一点。那么也有点像制瓶制式瓶像这个像玉壶春瓶像玉壶春瓶。那么像这种开窗的这种纹饰这个呢就实际上是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当然我们说中国人我们也有我们也有这个开窗开光对吧？但是我们的开窗的
这种轮廓跟欧洲的不一样啊。这个我们一般来讲是圆的呀，有方的呀，有海棠的呀，是吧？当然也有扇形的呀，啊，有很多种。但是像这种啊，这种开窗或者开光的这种形式呢，还是不多的。所以这个东西呢，应该还是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啊，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就是它的底款啊。你看这个橙子的写法，就跟刚才的又不一样啊，又不一样。那么这个质字不过刀啊，这个利刀它是不过的啊，一字不过刀，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那么这还有一件啊，这个还有一件，这都是宫廷用器了啊。那么这个造型的话呢，也是比较特殊的，它用白做地，啊，就是我们讲的用深白或者说用玻璃白。所以我们很多朋友讲这个玻璃白不是粉彩里边用玻璃白吗？是吧？因为它是乳浊的，不透明的呀，是吧？请大家注意，珐琅彩当中就有这种深白，啊。以白做地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不能一概而论，啊，不能一概而论。像这件东西，完全是和我们后来的粉彩、雍正粉彩、乾隆粉彩如出一辙呀。你看这个纹饰，福寿双全，康熙是没有看到过这种纹饰的，雍正、乾隆大行其道，一直到清末。整个的这个过程延续的时间很长，但是我们在康熙的瓷器当中，几乎我们没见到过这种，啊，上面是鸿福齐天，这上面是寿桃，啊，你这个蝙蝠、云，啊，这种画的完全是一种仙境一样的感觉。这种石头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青绿山水的画法，啊，这个完全和西画当中是没有关系。啊，竹子的画法和瓷器上的画法也是如出一辙，包括这个桃用色、叶子的用色，啊，完全和西画是不一样。这就是我们典型的中国特色啊。这是它的底足啊，康熙御制。大家看一下这个西字的写法，这个哪是一个橙子呀？这完全就不对了，啊，完全就看不出来是个啥了，就变成了什么呢？我们讲目，眼睛啊，目双目，就变成了木字的形状。大家要注意，这种情况，除了这个铜胎画珐琅有这种现象，瓷胎画珐琅里比较多见。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是康熙御制，除了蓝料彩，还有红料彩，还有金彩。啊，这个都在瓷器上会出现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学会了触类旁通。看到了这个，马上就想到了瓷胎上，想到了紫砂胎上面，想到了料胎上面也有这样的纹饰。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需要我们能够把大量的信息汇总起来，融会贯通，这样你才能看明白这是什么啊，这个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好，这个我想今天啊，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想今天呢，就把前一段呀，就是我们铜胎画珐琅啊，以及海外我们考古发掘啊等等的一系列与珐琅这个材料有关的一些资料呢，先给大家通报一下，让大家呢有这么一个概念，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就有这种东西了。珐琅这种材料
在我们什么时候出现，啊，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其实说到这个老实话呀，珐琅实际上和我们中国的琉璃、玻璃啊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我们讲珐琅彩，实际上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那句话啊，叫料彩。只不过这个料是什么呢？里边掺和了其他的金属化合物，仅此而已。但是它的质地里边一定是有二氧化硅这个元素的。还有就是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什么质地上，是在铜胎上，还是银胎上、金胎上，还是料胎上，还是瓷胎上，这是有所区别的。而且尤其铜胎画珐琅、瓷胎画珐琅、料胎画珐琅，它的年代的上限一定切在清代康熙中晚期以后。这个概念我们一定要清楚，而不是随嘴就来，这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啊！所以作为一个知识，我们每一个学的人都应该要了解，这样的话有助于你今后对这些东西的判断才能有一个明确的态度。不然的话，我们的我们市场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况。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啊，有人找我，哎呀，唐老师，你赶快过来，我请你帮我看看这个，我这有个珐琅器啊，你无论如何帮我看看，是吧？这个像这种情况，在我们民间啊，在这个拍卖市场当中，我们还经常多见啊。还有很多东西呢是珐琅彩和粉彩有的时候混为一谈，这个呢也是我们底下要慢慢理清的地方啊。希望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呢，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听过啊以后呢，我们再慢慢通过沟通啊，把这些尽量的能把它理得稍微清楚一点。希望我能做到这一点，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到了啊，好吧？那么今天我要讲的啊就到这儿，再见，谢谢大家的陪伴。